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9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主要是从中美双方外交部门的最高领导人，那么中共呢是外交部长王毅发表了呢对美国，也就是目前中美关系的重要的一个谈话。那么其次呢，我们要谈美国对外交部门的最高领导人，也就是国务卿蓬佩奥啊，被中共指称为人类公敌的蓬佩奥，他对中美之间关系，他也有一个详细的阐述。那么我们根据中美双方外交部门最高长官他们对对方对中美关系目前的走向，他们的所表达的这个政治观点，我们从他们所表达的各种政治立场上来看现在的中美关系。那么首先呢，是跟大家呢要报告一下呢，也就是在中共通过国安法之后，那么全球呢都对中共国安法呢给予不同程度的批评和一部分呢制裁措施。那么这些制裁措施呢，首先拿出来我们看到能够落在实处的是英国呢，它首先宣布了给300万持有英国 BNO 护照的香港公民，给这部分人呢给英国的居留权，这是呢英国首先呢做出的表态。那么在英国之后呢，澳大利亚呢也做出了他的表态，也就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叫莫里森，他昨天呢做出了宣布，就是目前在澳的一部分港人或者是香港的学生，那么呢他们的签证呢，澳大利亚将会提供跟英国一样，给予他们5年的在澳大利亚居留的这个签证，那么5年之后可以把他们转为澳籍公民。What we've agreed to do is we've agreed to adjust the policy settings to ensure that for skilled and graduate visa holders, we will be extending visas by 5 years from today, with a pathway to permanent residency at the end of those 5 years. Now that means if you're a current or future student, you'll be able to stay for a total of 5 years once you've graduated, with a pathway to permanent residency a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We have agreed to announce that that national security law constitutes a fundamental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in respect to our extradition agreement with Hong Kong. And so Australia today has taken steps to suspend our extradition agreement. We have formally notified Hong Kong and advise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也就是说，澳大利亚跟英国一样，同样是对香港的所有香港同胞伸出了他们的橄榄枝，给出他们一个逃生通道，也就是愿意到澳大利亚、到澳洲居留、澳洲居住的所有的香港人，申请了这个签证以后，那么就会获得呢澳洲呢一个安全的政治庇护的一个权利。这是澳洲做出的表态。新西兰也做出表态，新西兰很快会出台他们具体的政策，目前没有宣布，但是他已经讲肯定是积极的，会安置一部分港人，这是指新西兰。那么加拿大呢，是加拿大其中有一个省叫魁省，他宣布过，他愿意接受50万的香港人。整个加拿大联邦呢，目前呢还没有正式宣布，但是加拿大呢作为英联邦国家，作为5眼联盟，它一定会有这样和澳洲相同的安排。而且加拿大呢是香港人比较喜欢居住的一个国家。上一次1997中共收回香港时候，就有相当一部分香港的富豪、香港的富人，他们不相信中共的政策，他们认为香港一旦回归所谓中共大陆，那么共产党一定会背信弃义的。所以说当时就有一部分选择不相信中共的港人，很多人都已经选择来到了美国，来到了加拿大，而且加拿大比较多。因此呢，这一次呢，我相信会有大量的港人呢会到达美国，到达加拿大。美国给出的政策呢，就是美国是兜底的，这是美国国会多位议员要求美国政府必须做到的。蓬佩奥也在多次的讲话里面表示过，美国会给香港一个政治庇护的兜底权。所谓兜底权，就是所有的香港的港人，当他们到别的国家因为人员额度的问题，比方说额满了以后，那没办法接收的情况下，可以到美国来。美国对接受香港人不设人数限制，所有750万香港人全到美国来，美国也接收，这是美国目前的态度。那么这也就是说，整个港版国安法通过以后，我们看出全球主要国家，尤其是原来跟香港同属的英联邦国家，那么主要是5眼联盟了，就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英国和美国这5个国家，给
给予了香港民众的一个逃生、政治庇护的一个渠道、一个安排。也就是说，整个750万香港人，这5个国家全部欢迎和接受你们，你们选择你们想去的一个国家，你们只要申请，应该来讲的话，很快你就可以到达新的国家，开始新的生活。这是指对香港人的安置。这一步呢，我觉得已经国际社会做的已经全部到位了，肯定香港人呢没有这方面的后顾之忧。他们如果想搬家，想移到这些民主发达国家去，不在香港做奴隶，不受共产党的气，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呢，港版国安法通过，绝不简简单单是把香港人从香港撤出来。如果把香港人从香港撤出来，虽然是保护了这一部分可能被共产党迫害的香港民众，但是对整个中共，他侵吞世界，他用这个国安法取代一国两制，破坏中英香港声明。他们如果没有得到惩办，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对他们的制裁，那么中共他们就会变本加厉，他们也就可以认为他们公然违背世界上所签订的所有的条约，他们公然违背，他们在全球面前庄严地签下中英香港声明，仅仅20多年以后就可以撕毁条约，就可以违背一国两制的承诺，就可以对香港民众进行残酷的压榨。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不惩办他们，他们必然是变本加厉，而且他们很快就会把他们在所谓香港的成功转向台湾，因此台湾很可能也会遭受香港这样的覆辙之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绝不可能坐视中共他这种侵吞香港的民主，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违背他们跟国际社会所签订的中英香港声明，对他们就放纵，对他们没有根本性的制裁和打击，就让中共他们的阴谋再次得逞。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呢，现在呢是做好了要对中共处罚的准备。只是这个制裁措施，它会一步一步来，大家呢都很着急，都觉得这个措施呢应当是老早就准备好。你这边一宣布国安法，我们马上就来决定。我觉得国际社会呢没有那么好的一个协调高度，尤其呢欧盟是完全不配合。你可以看出，欧洲即使是27国。他们对中共的国安法表示了他们的抗议，表示了他们的谴责，但仅仅是停留在谴责的这个层面。尤其是德国，现在从7月1号开始起就担任了欧盟的轮值主席，而欧盟的主要领导人是德国。德国的这个领导人是默克尔，默克尔已经在他这个讲话里面明确说过，欧盟不会对香港做出任何就是给他们特殊的安置渠道。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国家老早就有对全球其他国家人员安置的一个条例，而这个条例主要是基于对穆斯林、对过去阿拉伯人到欧洲所安置的各种条款。也就是说，你们香港人就跟穆斯林跟阿拉伯人这种安置条款一样，如果你们愿意来，你们可以申请。至于欧盟国家接受不接受你，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表态，他们现在会接受香港人，除了英联邦原来的英联邦所属的5眼联盟国家。那么现在接受不接受香港人，对于整个欧盟来讲不重要，关键是欧盟能不能和美国团结一致，来限制中国，来打击中共，尤其是不允许中共首先把华为5G布置到欧洲去。同时，美国对中共的一系列的制裁都需要欧洲配合，如果欧洲不配合，单纯美国对中共的制裁，欧洲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但帮不了美国人忙，反而他们帮助中共，给中共留下了逃生渠道。所以呢，现在在全球围堵的这个过程中，中共呢是感觉到重重压力，中共呢希望呢在外交上面有所突破。王毅呢就在最近呢一个谈中美关系的讲话里面，有长篇大段的论述了中美之间。首先他谈到了，就说中美是建交这么40多年来最严重、最复杂、最严峻的一个局面。目前来讲，中美关系已经到了最坏、最恶劣的这个状态。中美关系，这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面临建交以来最严重的挑战。美方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正在不遗余力地把中国渲染成为对手甚至敌人，想方设法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择手段阻碍中美之间的联系。美国不应指望一方面在全世界近乎疯狂地围追堵截中国，毫无底线地造谣污蔑中国，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在双边和全球事务当中给予美国理解和支持。那么王毅就把这个最坏最恶劣的这个状态呢，他不在他自己身上找原因，不在中共违背中英香港声明的问题上找原因，不在中共强行推行国安法的问题上找原因，不在中共向全球输出武汉病毒的这个身上找原因，而是把所有的原因算到人家美国人头上。他首先就认为是美国的一部分政客
他们肆意抹黑中国，歪曲中国，对中国抱有敌意，把中国视为他们的竞争对手或者是敌人，然后认为中国要称霸全世界，中国要赶超美国，中国要跟美国在全球搞称霸行为。然后王毅就表示，我们没有称霸过，我们中国人从来不称霸。中国你去看看，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我们在世界上我们都是选择不称霸的，我们都是跟我们的朋友友好相处的。所以王毅首先就表示他不称霸，他不与美国为敌，他不愿意跟美国对抗，他希望跟美国谈合作。这是王毅首先他先表示他跌软，他不跟美国对抗，他不跟美国谈称霸。中国从来无意挑战或取代美国，无意与美国全面对抗。我们最关心的是提高本国人民的福祉，最重视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最期待的是世界的和平稳定。这时候他就不跟你讲人类命运共同体了，这时候他就不跟你讲他往非洲每年要送上几千亿美金了，这时候他就不讲中国在亚非拉各国有几十个国家支持他挑战美国了，这时候他就不讲他中国把所有的这个病毒输送到你美国，导致你美国死亡，导致你美国感染，是因为你们美国人你们没有抄中国的作业，是你们美国人没有学好，你们美国人不如我们中国人了。这时候他不讲了。所以说呢，他现在讲他不称霸，他呢不跟美国对抗的这个想法。其次呢，王毅呢就反复强调是美国对中国有偏见，你们对我们的偏见到了什么地步，也就变成了我们到你们美国任何一个公司，你都认为这个公司是带有政治目的的，我们到你美国任何一个留学生，你都认为我们这个留学生是间谍，我们在世界上发展任何项目，你们都认为我们这个项目是怀有政治敌意的。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基于缺乏事实依据的战略误判，充满情绪化的宣泄和麦卡锡式的偏执。美国对中国的无端猜忌已经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地步，似乎每一项中国投资都包含政治目的，每一位留学人员都带有间谍背景，每一项合作倡议都别有所图。所以呢，王毅呢就把他自己中共一贯称霸世界，一贯搞阴谋诡计，一贯破坏世界和平，往美国派送了大量的间谍、大量的留学生，盗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从美国已经盗取了无数的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的科技、政治、经济、文化情报。人家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就说过，每10个小时就要抓捕一个跟中国间谍有关的案件。现在全美国要审查的间谍案里面有5000多宗案件里面，其中有一半都是来自你中国。Has over 2,000 active investigations that trace back to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2,000. Right. The FBI is opening a new counterintelligence investigation that ties back to China every 10 hours. 所以说铁的事实放在这儿，在这种情况下，王毅仍然抵赖，他说没有中国的学生到美国来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可以讲无数的案例放在这儿，我都不需要在这儿一一去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王毅就是强词夺理，他现在就变成所有这一切的问题都是你美国的政客对我们有偏见，是你美国的很多政治家们，你们给中国安上了这样的标签，你们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损害。这是王毅他在他整个论述中美关系中他所表达的：第一，我们不跟你美国对抗；第二个，现在中美关系的损害都是你美国的政治家有偏见，你们对我们有敌意，是你们破坏了我们中美之间的关系。这是王毅他讲话里面的所有的核心内容。所以你看王毅的讲话里面，王毅是充满着狡辩，充满着王毅他自己对美国的一种公然的挑战，充满着王毅他们自己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他们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美国人身上。而现在中美关系的恶劣，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这种关系的恶劣，是中共常年来他们辜负了美国对中共的期待。可以讲，中美建交40年来，有相当一部分美国的政治家，他们跟中共是勾兑的，他们是希望在完成他们自己个人和家族利益的同时，然后呢，能跟中共呢获取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个主要的表现是来自于美国在中美建交以后几任的总统，从最初签订建交协议的吉米·卡特总统，到后来的老布什总统、克林顿总统、小布什总统、奥巴马总统，可以讲，美国的这5任总统是他们出卖了美国的利益。那么，除了这一部分出卖美国利益的总统和政治家们，也有相当一部分美国的政治家们，他们抱着一厢情愿，他们认为什么？只要跟中共加强了友好关系，只要扶持了中国，中国在经济壮大的同时，在中国中产壮大的同时，中国当它的这个经济 GDP 做到一个等量级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像南韩和台湾那样实现民主，他们的富人就会有追求民主的目标。
他们完全低估了共产党专制的能力。共产党的专制就是做到谁想富，你首先要投靠专制，要跟专制合作。跟专制不合作的人在中共是富裕不了的。而选择跟专制合作的人，他再富裕，他只会依附于专制，因为只有靠专制才能获得财富嘛，所以他只可能依附专制嘛。所以说，中国中产的壮大就是中国专制横行的一个结果。因此，今天中国尽管它的 GDP 已经是全球第2，但是随着这个 GDP 第2里面，所有获得财富的中国大大小小的家族，他们个个是维护这个专制、维护这个制度的。这就让美国人那一批当初怀着天真和幼稚心理的美国政治家，他们现在看到40年来中美之间的交往，他们所有的理想最终都是破灭的。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讲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认识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蓬佩奥谈到中共，他首先就谈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分开的。共产党它是一个血腥专制的政权，共产党它控制了这个国家和政府，它利用他手上的权力，利用他手上的枪和刀，他对人民进行大肆的屠杀。人民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是没有任何说话的权利的，是没有任何新闻自由的。包括上个礼拜刚刚被抓捕的清华大学的教授许章任，蓬佩奥就明确说过，许章任无论你中共给他定什么罪名，实际上许章任是大胆地发表了自己政治自由的看法，对习近平目前统治国家的这个统治的方式，以及中共隐瞒疫情向全球输出武汉病毒的这件事，许章任教授都有了大胆的揭露，所以中共对他恼羞成怒，就抓捕了他。因此呢，首先蓬佩奥要求要释放许章任。Start today wi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s with all unelected communist regimes, Beijing fears its own people's free thinking more than any foreign foe. We were deeply troubled to learn this week that the CCP detained Xu Zhanren for criticizing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repressive regime and the CCP's mishandling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He should be released. He was simply telling the truth. He should be released as soon as possible. 同时，蓬佩奥很清楚地说明了，中共对中国人民自由思想的恐惧已经完全超过了任何国家中共所讲的所谓敌对国家给他造成的威胁，也就是他们最恐惧的是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最恐惧的是他们的人民有自由思想，这是蓬佩奥认识的非常清清楚楚。所以说，蓬佩奥就说，中共它是毫无诚信的。他曾经签订过中英香港声明，承诺过给香港50年不变的这个1国2制的这个制度，但是仅仅23年，他们就完全撕破了脸皮，出台了国安法以后，破坏了香港的法治，破坏了香港的1国2制，违背了香港人民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愿望。而且他们在香港强行的要求所有美国在香港的公司，包括谷歌公司、脸书公司、推特公司、微软公司，都要求他们提供香港人在他们社交媒体上所登录的个人的私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脸书公司、推特公司、谷歌公司和微软公司全部拒绝了香港政府的这种无理要求，因此香港政府很快会停止他们在香港的运营。那么也就是说，这些公司他们选择了不跟共产党合作，而宁愿选择放弃香港市场。在这一点上面，蓬佩奥对这几个公司给予了大力的表扬和赞扬，同时也对加拿大、对英国他们最近做出的对抗中共、制裁香港国安法的这件事，也给予了盟国之间的一个表彰。I'll repeat a theme I've been talking about for months. The CCP has an enormous credibility problem. They failed to tell the world the truth about this virus. Now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ll across the world are dead. And Beijing said that for 50 years, they'd giv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you all have seen what's happened after only 23 years. Empty promises made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o the world. I want to give kudos to Google, Facebook, and Twitter for refusing to surrender user data to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Other companies should follow them and do the same. And a shout out to our Canadian friends as well. Canada has been strong in its response to Beijing's crackdown. We think that's the right course for the entire world to take. 所以说，蓬佩奥在他的讲话里面对中共的本质认识得非常清楚，而且美国马上出台的对中共的各种高级官员的打击和制裁将会一步接着一步来。蓬佩奥虽然没有点名，但实际上我们从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他们对中国新疆集中营迫害者的这部分处罚。从这几个名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蓬佩奥讲的那几个人，实际上这几个人的名字就是陈全国。陈全国是政治局委员，是新疆党委书记。第二个是霍留军，霍留军现在是新疆公安厅厅长。第三个是叫王明山，王明山是新疆自治区的副主席，兼任的公安厅的党委书记。第四个叫周海伦，周海伦是新疆前任的政法委书记。也就是这几个人已经受到了美国财政部对他们的打击。这些人不仅是他们本人，包括他们的家属，
都会被取消赴美的签证，如果有绿卡的会被吊销绿卡，他们在海外的所有美元资产都会给予他们冻结。那么中共从中央政府到新疆，他们这些管理当局，中共在新疆这些治疆的官员，包括这些治港的官员，还有香港现任港府的这些高级官员，他们对美国、英国即将对他们个人制裁的这些打击呢，他们可以这样讲，他们是紧抱中共的大腿。香港自從舊年6月經歷咗嘅暴亂，睇到嘅有外部嘅勢力嘅介入甚至咧就要威脅咧係制裁國家或者制裁香港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係或者套用一句説話就係忍無可忍啦。尤其是國安法出台之後，國安法出台以後，我就感覺到林鄭月娥就像換了一個人啊。林鄭月娥現在底氣很壯啊，林鄭月娥現在她那個臉色，她那個瓦道臉現在就跟風霜打了一樣，她更加的惡劣了。那麼有了國安法以後，她講話就更有那種納粹蓋世太保的這個腔調啊。因為香港有一班人呢，就時常都係去乞求外國嘅政府，特別係美國政府呢，就要干預香港嘅事務，制裁香港。任何嘅制裁行動呢，都唔會嚇怕我哋嘅嚇。我哋亦都有晒心理準備，有需要有時候，我相信國家亦都會採取反制嘅措施。咁去到呢個外交層面呢，由中央提出嘅反制措施，而需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配合呢，我哋一定係會全面配合。有記者就問過林鄭月娥，就是香港你現在實施了這個國安法之後，那麼香港的記者還有沒有新聞自由？林鄭月娥把眼睛一瞪，告訴他們，香港的記者首先要考慮你們自己有沒有100%的沒有犯法。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了國安法，你任何一個記者我們都可以治罪，我們都認為你犯法，你還跟我談什麼新聞自由？在香港有了國安法，你還想有新聞自由？這林鄭月娥言下之意不就是這個話嗎？所以中共這些大小官員啊，他們都是這副腔調，一副呢不要臉，一副流氓腔。趙立堅在記者招待會上面回答外交部新聞記者上面有人提問關於美國聯邦調查局，就是 FBI 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對中國的這個指責，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候，趙立堅說什麼？美國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對中國是冷戰思維，對中國是一種污蔑，對中國是一種偏見。他說的什麼每10個小時就抓捕中國的一個間諜案，他說他真的認為我們中國我強大的國安部門是吃素的，10個小時你們抓我們一個，我們1個小時就可以抓你們一個，這不就是趙立堅的言下之意嗎？ FBI 說的話你也能信？我對美國的外交政策被像雷這樣的 FBI 官員等反華勢力所左右、所綁架感到遺憾。你剛才提到了一些事例，我也注意到，他公然聲稱每10個小時就處理一起涉華案件。他們不要以為中國安全部門是吃素的。雷的有關言論無視基本事實，充斥着政治謊言，充分暴露了他根深蒂固的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他的意思，我們強大的國安部門不是吃素的啊！你美國人可以10個小時抓我們中國的一個間諜，我們也可以把美國在中國的所有美國人，我們每1個小時我們也抓一個。你們要比抓人的速度，你比得過中共，你比得過天朝啊！而且美國抓任何一個間諜案都是充分調查，已經完全掌握到所有從事間諜任務的所有的這些證據，然後呈堂立供，最終由檢察官控訴，由法院來定罪的。而中共抓人有什麼證據啊？只要你是美國人就可以抓。現在所有在中國經商的那些美國人，抓完了就抓那些美國人在中國旅行的，在中國進行私人交往的，包括在中國娶妻的那些美國丈夫，這些人都抓完了以後就抓大使館。中國人衝擊人家美國大使館又不是一次了，歷史上中國衝擊過多少次美國大使館，砸過多少次美國大使館。所以說共產黨什麼事都可以幹。趙立堅講的這個話就標準就顯露出他的流氓行徑。
就露出他那副流氓腔调，也就是最终也就是你抓我的人，我抓的人比你还要多。孟晚舟不就这样吗？加拿大抓了一个孟晚舟，中共马上就抓了人家加拿大2个人质，而且把人家原来一个已经只判处了15年的毒贩，然后把他们重新拉回来，再审判人家死刑，这不就中共干的吗？所以呢，中共就专门干这个事。但是呢，我告诉你讲，我个人呢，倒一点都不认为中共呢抓几个美国白种呢没什么不好。现在很多到中国愿意投靠共产党，帮共产党讲好话，帮共产党洗地的，往往都是什么？都是白种。就是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犹太的大学生，一个热爱共产主义的白种的一个青年学生，到了朝鲜，后来三胖把他活活折磨死的那个人，他的父母是犹太富豪，后来通过他们犹太的势力，然后把朝鲜在海外银行里面的资产执行了好几千万美金的这个犹太家庭。那么这种人在中国你觉得没有吗？多了。像这种热爱共产主义的，现在已经在中国投靠共产主义的美国的白种，我就希望中共的安全部门去抓个2个，也像朝鲜一样把他们弄死弄伤。这样的话呢，第一个，这些白种呢，你也满足他一个愿望，就是他为共产主义献身，你要让他有一个给共产主义献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这个机会。所以中共呢，应该满足他这个愿望，弄死几个白种。而如果真的弄死人家美国，不管你是白种了、黑种了，你在美国你是一个什么身份，你是一个什么政治立场，但是你首先是美国人。你一旦死了以后，你一旦给中共弄死了以后，那说不得美国就可以有开战的这个借口了。因为美国历史上所有的出兵都跟美国人在海外受到打击、美国人死亡有关。如果美国人没有死亡，随便动兵在美国是通不过的。美国一旦动兵，也就意味着美国人有人死亡了，因为美国的军队就是保护美国人民的，任何一个美国人死亡都有可能引起一场战争。所以中共真的抓了2个白种，杀了2个白种，让他们为共产主义献身以后，那么很可能给美国造成了美国对中国出兵的这么一个机会。我就希望有这个机会出现。当然了，这要在于川普总统和美国的高层愿不愿意跟中国打这么一仗。你如果说美国人的生命受到影响，那么就可以出兵的话，可以讲现在中共向美国输出的这个武汉病毒已经造成了美国有10几万人死亡啊！这10几万人死亡难道不是中共造成的吗？只不过是另外一种战争啊，只不过是一种看不到硝烟的战争啊，只不过是中共用病毒战的方式把中共的这个毒菌渗透到美国以后，迂回的方式到达美国以后，害死了美国人啊！完全美国可以依据美国已经有13万人死在中国病毒、死在武汉肺炎的这件事上面，尤其是中共，你是隐瞒的哇，理由我觉得很充分哇，是中共隐瞒的哇。如果中共你仅仅是一个病毒不小心走漏，或者是这个病毒是你实验室没有管理好，然后走漏到世界上，然后传播到世界上，那还可以去解释你是不小心。但是你隐瞒病情就不对了啊！你隐瞒病情就是故意了啊！现在美国死掉10几万，美国完全可以，因为美国有10几万人死在中共手上，死于中共的武汉肺炎，然后对中共进行讨伐，对中共进行出兵。这个就在于美国下不下决心。川普老计较那个第1阶段贸易协议，老计较中国跟美国买一点农产品，买一点大豆。你想想看，买那点大豆，买那点农产品，能花多少亿美金？也不过花个几千亿美金，上万亿美金。怎么样了？你美国这些大豆如果不卖，也就是少了这上万亿美元的这个销售额。但是中共武汉肺炎给美国造成了几百万人感染，已经10几万人死亡。那么这个情况，美国一旦讨伐中共，你觉得仅仅是讨伐回解大豆的那些销售额吗？那么讨伐中共可以讲，中共就必须要赔偿美国。所有中共在美国那些达官贵人、那些贪官，中共这些高官，他们在美国的这些资产就全部可以划扣和没收，这最起码是好几万亿，甚至是几十万亿。而且如果一旦铲灭中共这个政权，让中共把他的党产，让中共这些达官贵人他们个人的私产拿来赔偿美国，中共多少央企、多少国企盗窃你美国那么多知识产权，那不要赔偿吗？既然盗窃了美国那么多知识产权，都把他们的国企、央企把他们的财产划扣，包括那些帮助中共为虎作伥的很多私企，什么阿里巴巴了、腾讯了、京东了、百度了，这些人他们通通在盗取美国知识产权上面，跟着共产党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你美国都可以对他们治罪。只要美国进攻中共，把中共这个政权铲除，把中共的党产，把中共他盗取美国知识产权应该拿出来的赔偿，那是几千亿、几万亿嘛？那你美国100年都不用卖大豆，把中国这些财产拿过来赔，就足以弥补美国人的这个损失。这就看川普能不能下这个决心了。所以说，对付中共根本不
不需要现在在考虑跟他之间什么第一贸易阶段协议，什么买不买大豆，买不买农产品，现在就是血债要用血来偿。既然你中共给人家美国造成了那么大的血债，造成了美国10几万人的死亡，那么毫无疑问来讲，美国就是要求中国赔偿。如果不赔偿，那美国那些航母编队那才不是吃素的。这就是回到赵立坚讲的话，你觉得你的国安部门不是吃素的？美国那庞大的海军、庞大的航母编队、庞大的军事力量，那才不是吃素的。到了那一天，所有中共大大小小的官员，从习近平开始起，所有手上沾满人民鲜血的这些官员，通通要被人民送上审判台。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